各位路人甲乙丙丁，大家好。这一集我们来谈土壤的夯压理论。那在工地里面的土壤呢，我们希望它的强度越高越好，尤其是道路工程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路基太过于软弱，那有可能重车开过去以后，坏的不是坏在路面，而是路面下面的土壤。所以当路面上之前，我们会希望叫夯压机去把路基夯一夯，让它的强度上升。那为什么夯压机夯过以后强度会上升？就是因为土壤里面孔隙的空气，因为夯压的能量呢被排出来一些，那排出之后，它的整体的密度就会上升。那这个干密度上升就会造成它的强度增加嘛。那今天假设工地里面的土壤是完全没有含水分，那你直接叫夯压机去夯，其实效果很有限。也就是说，它可以排出来的空气很少，那压过以后里面还是有空气，这个就不是一个我们理想的状态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开始加水。那水在这里会起出一个润滑的效果，因为它没有办法把空气排出，就是因为土壤粒子之间有相当大的摩擦力。如果你把它加水下去的话呢，它的摩擦力会下降，土壤中孔隙的空气呢就会更容易的排出。所以当你加水进去以后呢，夯完以后，你会发现其实它可以排出来的空气会跟这个加的水成一定的正比，也就是你的水加的越多呢，它能够排出来的空气就会越高。那你水可以一直加到一个程度，你可以想象夯压完以后，刚好孔隙里面的空气全部被排出，那这一个很特殊的含水比，我们就叫做最佳含水比。那它可以达到的干密度就叫它最大干密度。好，那你会问说，老师，那如果这个水如果加超过这个最佳含水比，会发生什么事？那其实还是一样，当你加到比这个最佳含水比还要多的含水量的时候呢，你压完以后，空气还是会全部被你排出去。但是呢，当事过境迁，里面的水被蒸发以后呢，它的孔隙其实会比这个前面这个最佳的状态还要多，所以它反而会强度比较差一点，因为它的密度比较小。这是因为这个水自己本身也会占有一定的体积嘛。所以今天我们把这4个状态呢，依照这样一个坐标系画成图以后，就会长这样子。那我们可以发现，这个 omega 3对应的干密度是最大的，所以这个就称作最佳含水量，又称作 OMC。那这个叫做最大干密度。那这里要说的是，这个最大干密度和最佳含水量呢，其实是一个材料性质，而且它对应不同的夯压能量也会有不同的值。也就是说，尽管就算同样一个土壤，你用很强的夯压能量，或是很弱的夯压能量，它所需要的最佳含水量也是不一样的。那另外一点就是，你加入的水如果超过这个最佳含水量以后呢，你都可以预期到夯压完以后，它的孔隙的空气是被全部排出的。所以，当这个含水量超过最佳含水量所得到的干密度，我们就把它称作所谓的零空气孔隙单位重。那这个符号我们写作伽马 ZAV， 它其实可以写成一个公式是长这样子。那一般来说，土壤的伽马 W 还有这个 GS 都是固定的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写作它其实就是一个含水量跟它之间的关系。那单纯从这个公式观察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含水量越高，它的这个零孔隙单位重就会越小嘛。也就是水如果加超过这个最佳含水量以后呢，对于这个干土单位重也会有不利的影响。那这个推导其实是长这样子。首先，这个零空气孔隙单位重呢，你随便用这个图来看好了。你要想象它是干土，所以这里面水已经蒸发掉了。所以它的重量其实就是只剩下土的重量 Ws。那它的体积呢，就是这个蒸发掉这个水占的体积，再加上原本土粒子的体积，所以是 Vw 加 Vs。所以这个就是左式。那右式呢，我们就用定义式法把它还原。那我们可以把它还原成这个样子以后，再把分母通分，然后再上下相消，最后就可以得到跟左式以完全一样的符号组成。于是就得证左式等于右式，所以这个公式是成立的。那关于夯压理论这边还要再补充2点，其实这个都是土
那个土木施工法的范围了。首先呢，当你这个水量已经超过最佳含水量之后，你夯压达到这样一个饱和的状态，如果你再去夯压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像有些工地现场的工地主任会一昧的去追求这个夯压能量，那当你夯压达到某个程度，这个土壤被你饱和以后，你再去压，你就会发现其实单纯论抗压强度的话，其实水还会比这个土粒子高所以先坏掉的是什么？是这个土粒子。那这个土粒子就会开始里面发生一些支离破碎的情况，那反而它的强度就会下降。所以这个我们就称作过度夯实，反而是不好的。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，今天你已经算出了最佳含水量以后呢，你自然可以去推你工地现场要加多少水。那基本上你要刚好准备这么多的水，还是要多一点还是少一点？也就是说，你要使这个工地现场是偏向这一边还是偏向这一边的问题。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你的水要多准备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你洒下去的时候呢，它一定会有一定的蒸发量，然后另外就是你夯压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热能，那这个热能也会促使这些水分蒸发所以你要准备一个多一点的水量，这样你实际夯压的时候呢，工地才会刚刚好是一个最佳含水量的状态。那有关这件事情，我们是称作施测夯实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，拜拜。